我和老公张远是大学同学，一毕业就结了婚。张远对我很好，所以我心甘情愿在刚毕业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。这些年，我每一天过得都很幸福，老公爱我，孩子乖巧，在别人眼里，我应该是所谓的人生赢家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我有个很麻烦的婆婆。婆婆是在2年前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的。公公2年前被外调到省外出差，婆婆说她一个人待着总是会胡思乱想，根本没有办法好好过日子。她身体又不好，张远跟我商量让他妈搬过来住，我和他2个人还能照顾她，我也没有意见。所以2年前婆婆就从她那个老小区搬到我们的新房这边。之前我和婆婆接触少，只觉得她这个不是很近人情，和我这个儿媳妇的关系比较淡漠。但自从婆婆2年前搬回来之后，我才知道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麻烦精。至于为什么她要搬过来跟我们住，无非是因为公公出差了，没人伺候她又舍不得花钱找保姆，跟我们住无非是要我们伺候她罢了。自从婆婆来了之后，我就感觉我的工作量骤增。婆婆每天干的就只有2件事情：吃饭和出门打牌打麻将，打到凌晨回来都是常事，每次来回都砰砰砰的，一点都没考虑到这个时间家里的其他人都还在休息。这天婆婆难得没有出去打牌，我也碰巧休假在家。那个谁把苹果切了给我送过来，还有那个葡萄也帮我洗了。婆婆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。妈，我在洗碗，你想吃什么自己去冰箱里面拿。我忍着脾气说道，我又不是她的保姆，凭什么她吃个水果我都要服侍着她吃？孟欢，我是你婆婆，我还使唤不动你了是吧？婆婆整个人都气得脸涨红了起来。你信不信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？她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各种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。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婆婆来的这2年，我都不知道她用她儿子跟我离婚这种话威胁我多少次了。那你就让她离吧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婆婆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就算了，现在就连吃个水果都要使唤我。要是我今天帮她切好弄好水果了，以后她吃水果一定会找上我的。但我却没想到，婆婆听见我这句话之后人直接炸了。她健步冲到了我的面前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直接给了我一巴掌。我的头被她打得一偏。孟欢，看来是你妈没教过你，那现在让我来好好教你，什么叫尊重长辈。婆婆的表情很刻薄，仿佛我是她的仇人一样。孟欢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我才是女主人，你不要每天都摆着个架子，老娘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，不然就给我滚出去。婆婆的话可以说是毫不留情面了。我死死地盯着她，这会儿的我甚至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。她是我的婆婆，我又不能像她一样泼妇骂街一样的打她。也是应了婆婆的那句话，她是长辈，我还真的不能像她对待我的那样放肆的对她。婆婆打完我，甚至还得意地笑了起来。我之前看你这个儿媳妇总是不太顺眼，现在再看你倒是顺眼多了呀。果然儿媳就是要教训教训才行。水果我不吃了，我出门打麻将了。对了，今晚我要喝鱼汤，你记得给我炖。婆婆一副把我拿捏了的样子，然后拿着她新买的包出门了。而我还愣在原地，我是真的被打懵了。毕竟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打过我，爸妈都是把我含在嘴里怕化了。结婚过后，老公也宠我，根本没有受过这种委屈。我忍不住红了眼眶，但我还是没有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张远。因为张远最近正在晋升的关键时候，他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。我实在不想用这种婆媳之间的矛盾来烦他，
只是我实在是太过于委屈了。我心里其实已经决定，等张远这次晋升结束之后，就跟张远讲一下这件事情。我是绝对不可能再和婆婆住一起的。晚上婆婆回来，看见桌上的鱼汤，志得意满地说道：“早这样不就好了，非要老娘打你一巴掌。孟欢，我看你这个人就是欠收拾。”婆婆嘴上不饶人，吃鱼的嘴也没有停下来，少说两句吧。我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实在忍受不了这个刻薄的老钱婆了。”婆婆听我反驳她，一整个触底反弹了，她直接把鱼汤摔倒了地上。孟欢，给你脸不要脸是吗？你叫我尊重长辈，你是不是也得尊重我一下？我又不是泥捏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半点脾气都没有？而婆婆直接把我的话当成挑战她尊严的挑衅词。尊重你？凭什么尊重你？你是赚了很多钱给老娘花，还是给老娘生了10个8个孙子的？我告诉你孟欢，别逼我扇你，尊重我就是你的本分。我见婆婆一副说不通的样子，也不想和她争吵了，我转头就回了房间。这日子我实在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再过1个月，张远晋升的事情应该就落实了，我就可以不用和他待在一个屋檐下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我一再忍让，他却在第2天就来主动找事。儿子玲玲喜欢吃鸡翅，在玲玲吃第3个鸡翅的时候，婆婆就开始不高兴地瞪着她：“玲玲，你怎么回事？就知道吃肉，也不知道给奶奶加一个。”玲玲才6岁，能自己吃饭都算得上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。这么小年纪的玲玲，怎么可能有夹菜给别人的意识？玲玲被婆婆这么说了一声，整个人瞬间就愣住了。婆婆还在继续说：“小年纪就这么自私，也不知道你妈怎么教的你。”玲玲一瞬间眼眶都红了起来，她直接扑到我的怀里：“妈妈，我不要跟奶奶一起吃饭，奶奶凶我。玲玲这孩子长这么大，基本都是我和张远2个人千娇万宠长大的，而玲玲也比较懂事，所以我和张远2个人基本没有指责过她。她没受过这种委屈，自然被婆婆一骂就难受的不行。孟欢，这下婆婆也不高兴了，她恶狠狠地盯着我。难怪玲玲跟我从来不亲，原来是你这个妈妈总在背后说我坏话呀！我不知道婆婆是怎么想的，但是她既然这么认为了，我也无所谓了。我压根就不想理婆婆。我低头哄玲玲：“宝宝乖，奶奶不是故意凶你的，我们继续吃饭好不好？以后玲玲喜欢吃鸡翅，妈妈再多做一点。”玲玲还是很听我的话，眼看玲玲要被哄好了，这时候婆婆却伸手把玲玲拉了出来，语气刻薄地说道：“玲玲啊，你说你妈这天天都叫你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你以后就跟着奶奶吧，奶奶带你去吃好吃的，然后再带你去打麻将，你以后肯定会变成一个麻将天才的。”我一瞬间有些愣住了，婆婆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怎么可以一个5、6岁的小孩去打麻将？我还没有说什么，玲玲听见打麻将就非常抗拒。我不要，玲玲不要，玲玲要好好学习，才不要打麻将呢。嘿，你这小孩是不是不知好歹？你知不知道你是我们张家的种，天天跟你妈这个外人带一起，都被带坏了。婆婆目露凶光，这时候玲玲维护我：“妈妈才不是外人，你才是。奶奶和我们根本不是一家人。你没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可开心了。”玲玲还是小孩，虽然说的都是实话，但是也有一些口无遮拦。婆婆听到的时候，瞬间变了脸色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她把玲玲提起来了，伸手拧玲玲的耳朵：“我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和我说话？”婆婆面目狰狞了起来，她的手劲很大，瞬间就把玲玲娇嫩的耳朵拧得通红。
玲玲马上哭了起来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而婆婆看见玲玲哭，不仅不觉得心疼，反而高兴地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见人生的贱种就应该这样教训。我看见这幅场景，我整个人都要受不了了。我直接冲上去，把玲玲拉到了我的身后。我把婆婆推到地上，双目听通红地瞪着她。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儿子，别怪我不给你脸！我抱着哭哭啼啼的玲玲回了房间。被我推到地上的婆婆大概是没想到我居然伸手推她，在我们背后狠狠地咒骂：贱人，都是贱人！我不再想理会婆婆，直接把房门关了起来。大晚张远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同他讲了。我是真的一点儿都忍不了了，婆婆是越来越过分了，简直没有把我当人。最过分的是欺负玲玲，对我怎么样我都还能忍，这么对我儿子，我是真的一点儿都忍不了。妈怎么可以这样？太过分了！张远整个人也愤怒了起来，然后满眼都是赤红。我知道他是心疼我和儿子。老公，你先别跟婆婆着急，你好好的跟她说一下，让她回去住。我们现在存款还可以，要是妈愿意回去的话，我可以给她请个阿姨做饭做卫生什么的。我其实根本不想给婆婆这个老钱婆花钱，但是我也知道这尊大佛根本不好送，所以我只能下血本把这尊大佛送走了。好，那我去跟妈说说看。张远努力压制下自己的脾气说道。他走了出去。我本来想着这件事情就让他们母子自己解决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张远和婆婆的争吵声就传了出来。我听到他们的争吵声，赶紧走了出去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贪得无厌？我是你儿子，又不是造币机，你的要求也太过了。张远明显很生气，手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。你是我儿子，我花你点钱怎么了？你爸最近寄给我的钱越来越少了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在外面养什么小妖精了？难道你现在也要像你爸那样了吗？婆婆说的话很难听，而且丝毫不顾及张远的感受。那你也不能开口就要20万呢。我老婆都说了可以给你钱请保姆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长这么大你从来没有帮我过什么，从小时候开始你就知道打麻将，现在我成家立业了你就只想着来问我要钱，你算是个母亲吗？张远的声音又恨又痛，他这么多年也是受着委屈过来的，只是他大概是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还要继续受这份委屈。张远，老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，你居然这样和我说话，我看你就是被孟欢那个贱人蛊惑的，不想养我。婆婆说的时候满眼都怒气，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儿子自己都操控不了，才迸发出来的怒意。反正你必须搬走，但是保姆我也会帮你找。至于那20万，不可能，你做梦吧！张远也不纵容婆婆，语气很坚决。你这个不孝子！婆婆瞬间就眼睛直起来，目露凶光。我要打死你！我要打死你！婆婆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个擀面杖，直接对着张远的脑袋来了一下。一瞬间，张远的脑袋就开了花，头上流下了鲜红的血。老公，我被吓到了，我完全没有想到婆婆居然狠心到打自己的儿子。我本来以为婆婆之前打玲玲，是因为玲玲是我生的，她才对玲玲那么狠的，没想到她居然对张远这个亲生儿子都这样，我都忍不住替张远心寒。我赶紧拿纱布过去帮张远捂住伤口。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他可是你的亲儿子！我又惊又怒地看向了婆婆。亲儿子？我看他现在什么都听你的，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妈。亲儿子有什么用？婆婆大喊了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给我20万去打麻将，你们就别想我搬出去。
婆婆说完之后，也不担心张远的伤势，就从家里走了。我知道她又要去打牌了，我拿她没办法。张远又受着伤，我只能先带张远去医院检查。那么大的伤口，十有八九是要缝针的。果然，我们去到医院检查，医生就说伤口太大要缝针了，还问我们是不是因为斗殴才有的这么大的伤口。我倒是希望是斗殴，而不是张远被自己的亲生母亲给打了。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痛苦。张远拉着我的手，红着眼缝好了针。这时候我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再忍一下，不告诉张远，他升职的事情迫在眉睫，却在这时候受了伤。医生叮嘱张远要好好养伤，近期不能碰水，也别这么快去上班。张远只好请了2天假养伤，但是他一直都是个工作狂，他一直想要给我们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所以他才会这么拼了命工作。说实话，公公的工作很不错，这种家庭出身的张远本来不应该这么辛苦，但是婆婆实在是太能造作了，每次都把钱输得一干二净，以至于张远那本来算是丰厚的家业被折腾得几乎不剩下什么了。他现在还想来找张远要钱，简直是其心可诛。这2天张远在家里休息，我怕他照顾不好自己，就请假在家，主要还是考虑到婆婆那个颠婆会不会突然再给张远来一下。张远这2天整个人都抑郁了，我和他说话的时间，他声音都是沙哑的，而且一点精神气都没有，我看着都很心疼。这时候婆婆从外面打麻将回来了，看见自己儿子这副样子，不仅不心疼，反而很得意地说道：“这就是你们不听话的下场，我劝你们早点把钱拿出来，免得我再对你们动手。我们都是年轻人，当然不可能打不过他一个花甲之人，只不过他是我和张远的母亲，我们不能对他动手。”他甚至来到我们的房间，自顾自地打开了张远的钱包，拿走了里面的1000块钱。我和张远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愤怒。可我们能怎么办？他毕竟是我们的长辈，我们总要找到解决的办法。但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方式，婆婆就因为着急要钱，又跟我们大闹了一场。你们到底给不给钱？先给5万也可以呀。婆婆将桌上的一个杯子摔碎在地了，整个人都变得癫狂了起来。我昨天听邻居的郑阿姨说，婆婆在牌桌上输了很多钱，看来是真的，不然她也不会这么疯的找我们要钱了。不可能的，别说5万，我50都不可能给你。张远看向婆婆的时候，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，反而有的只是深深的厌恶。张远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儿子？婆婆拿起擀面杖，又想打张远。上次是张远没反应过来，这次她怎么可能还让婆婆打她？她直接伸手抢过了擀面杖。张远冷冷地说道：“妈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就还手了。”看着张远阴森森的表情，婆婆也害怕了起来。她向来都是欺软怕硬的，你敢？婆婆其实这时候已经开始害怕了。妈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张远作为一个年轻力壮的青年，在力气上比5、6个婆婆都要强。要不是婆婆是他亲妈，前几天的那个擀面杖也不可能落到张远的头上。张远，你就是被你这个恶媳妇给带坏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，别以为我就治不了你们了。婆婆说完这句话，就骂骂咧咧地回到了房间去。这时候，我和张远还不知道婆婆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，但我们很快就知道了。张远休息了2天，准备去上班。我不放心他一个伤员开车，所以我就开车送张远去上班。我们2个人刚刚走进公司，就被张远的同事给调侃了：“哎呀，远哥和嫂子这么恩爱呀，
上班还要嫂子送。张远和我相视一笑，两个人刚要说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居然听到了婆婆的声音：“张远呐，你这个不孝子，居然1分钱也不给你老娘花哟！”我们惊悚地转头，居然真的是婆婆。她站在大厅的门口，一直疯狂地叫着，还在地上撒泼打滚。人类的本质就是喜欢看热闹的，所以这时候她身边瞬间围起来了一堆人，别人看着她就开始指指点点。这时候我和张远算是明白了，婆婆说的叫我们等着到底是什么东西了。原来婆婆叫我们等着是她要来张远的公司闹啊。妈，你赶紧走，这可是张远的公司，这么多人像什么话？我不想闹得太难看，何况张远马上要晋升了，可不能因为婆婆把这件事情搞砸了。我就冲了上去，拉住婆婆的手腕，想带走她，但是婆婆哪里是这么好说话的，直接就把我手甩开，然后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贱女人，居然还敢出现！要不是你这个恶毒的儿媳妇，我儿子怎么可能这么对待我？都是你这个毒妇，合着又成我的错了。”我简直要被婆婆这个颠婆给搞疯了。张远看不下去了，他狠狠地皱着眉头：“妈，你别闹了，你非要毁了我你才高兴吗？那你就给我钱。”婆婆分毫不让，让婆婆继续再这么闹下去的话，影响实在是太坏了。而且张远现在对婆婆忍耐度已经到了极限了，我都怕她当众直接跟婆婆吵起来，那样的话她以后怎么在公司里面立足？我叹了一口气，蹲下来在婆婆身边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“妈，你现在跟我一起出去，我给你1万、3万。”婆婆盯着我，眼睛里面都是贪婪。“就1万？你知道张远现在生气的，你应该了解你儿子，再闹下去你们也是两败俱伤。你现在跟我走，还能拿到1万。”婆婆大概也是知道张远的脾气，想了想，还是答应我了。“梦欢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少骗我，出去1万必须给我。”“行。”婆婆这才站起来，不情不愿地出去了。我跟张远对视了一眼，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。我实在不想让他在受伤之后还要操心这些事情了，快点给我转钱。婆婆出了公司大门之后，就恶狠狠地说道。我拿手机给她的微信发了1万块，婆婆看见那1万块，才算是满意了起来。我都说了，你和我儿子都别得罪我，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以后叫你们给钱，你们就马上给，不然就等着瞧吧。婆婆放好狠话就走了，而我却把她的一言一行都录音了。其实之前我就在家里偷偷装了监控，为的是让张远看婆婆的恶行。但我完全没想到张远那么相信我，甚至都不需要我拿出证据，他就全部相信了我的话，所以监控就没有用了。但是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了，监控和录音不是没用，而是非常有用。要是哪天婆婆真打算破罐子破摔，这样败坏我和张远的名声的话，我就把这些视频全部都发到网上，让婆婆好好尝尝什么叫身败名裂的滋味。网友们看见这种切实的证据，总不可能还不知道事实真相。我和张远不可能就这样被婆婆牵着鼻子走的。但我没想到，在婆婆再去张远公司闹之前，我居然发现了她的一个惊天秘密。这天我本来想去婆婆打麻将的地方看看她到底输了多少钱。一个赌徒要是输的钱多，疯魔的程度可不一样，我必须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情。可我没想到，我一到那个麻将馆，就看见婆婆被一个大肚子的油腻男人抱在怀里，两个人亲密异常，甚至男人的手还伸进了婆婆的衣服里。我顾不得多想，赶紧拿手机录了下来。“老婆，你说你赢钱了，给我分红的，怎么还没给我呀？”男人向婆婆要钱，而婆婆却并不生气，
反而嗔怪地看了男人一眼：“你等我这把赢了就给你，急什么急？麻将馆里面很多人，但是他们两个人却肆无忌惮地调情，或者说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所以他们并不惹眼。原来如此，婆婆早就出轨了，早就做了对不起公公的事情啊！我发现了这个惊天大秘密，对婆婆欠了多少钱反倒是不在意了。我一回去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刚下班回来的张远。老公，我去妈经常去的那个麻将馆，看到了她和一个男人举止亲密，我还拍了视频，你来看。张远看了我录的视频，然后怒地捶了一下桌子。我爸这么辛辛苦苦的在外面赚钱给他花，他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。张远也很生气，毕竟他从小就缺少母爱，长大了之后亲妈不仅不改，还变本加厉地欺负他的老婆和儿子，甚至想要毁了他。现在居然还不要脸地出轨，没有任何一个为人儿子的可以忍耐这种事情。张远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给公公打了一个电话，我不知道公公那边什么反应，但是张远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很激动，甚至还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张远是真的委屈，他在我和孩子面前必须像个男人一样的保护我们，他不敢流露出自己太多脆弱的情绪，但是在公公面前就不一样了。公公是唯一爱他的长辈，他自然委屈的不行，他的声音甚至都哽咽了起来。等他们打完电话之后，我才敢小心翼翼地问张远：“老公，公公怎么说？”我爸说他明天就回来，叫我们放心。我听到公公要回来，心情也好了起来。公公一直给我印象不错，现在出了这种事情了，一定要有人能治治婆婆。公公果然第二天就回来了。张远要去上班，而我则和公公一起去了麻将馆。在麻将馆门前的时候，我还提醒了一下公公：“爸，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”我其实是有些害怕公公受不了里面的场景的，毕竟婆婆和公公这么多年夫妻了，而公公又什么事情都纵容着婆婆。他们两个人之间一直都是公公的感情更深，让他公开处刑一般看着婆婆和其他男人，却是对他来说太残忍了。小欢，不用担心我，公公的眼眶有些红，他来之前估计一晚上都没有睡觉，一个人默默地伤心了很久。我们进去吧。公公跟我说完之后，我就点了点头。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进了麻将馆，果然婆婆又在和那个老男人调情，她甚至是坐在人家身上打麻将的，时不时被老男人摸一下，还发出了哼哼唧唧的声音。婆婆一副浪荡到不行的模样，我看着都生气，更何况是和婆婆同床共枕几十年的公公。我看公公的眼睛赤红，生气的红从脖子直接涌到了额头上，整个人的青筋都爆了出来。朱慧茹，婆婆一听到别人喊她就看了过来，看见是公公来了，整个人慌张地从老男人的身上下来。老公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婆婆赶紧跑了过来，但是公公整个人气得不行，直接给了婆婆一巴掌。婊子，你居然趁着我不在家干这种事！婆婆的脸被公公打得一偏，整个人都丢尽了脸。老公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回家说好不好？我们回去再说。婆婆整个人都慌张了起来，她平时敢对公公颐指气使，不过是仗着公公爱她。她当然知道公公和那个花她钱的男人哪个才是她要紧紧抓住的人，所以她才这么害怕。她伸手拉住公公的衣服，想在这种众目睽睽丢人的场景把公公拉回去，但是公公可不搭理她，直接把她甩到了一边。公公又给了婆婆一巴掌。婊子，你敢干不敢认是不是？我就要让所有人看看你这副下流的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全部都亲眼看见了。
我不需要你回家跟我解释。现在我们马上就去民政局离婚。公公这么说，婆婆直接就急眼了。张强，老娘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还给你生了儿子，你现在想跟老娘离婚？你是不是自己在外面有小妖精了，还想在这倒打一耙？公公冷漠地看着他，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的恶心下流吗？你自己做错事，还把别人想得和你一样脏，你真让我恶心。现在马上跟我去民政局离婚。婆婆的力气没有公公大，直接被公公拉扯了出去。而婆婆那个情夫看见婆婆被打，则是屁都敢放一个。他们这种在麻将馆里面的爱情，还真是脆弱的惊人。我都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。婆婆还是拗不过公公的，两个人回家拿了证件，立马就领了离婚证。婆婆出来的时候，满脸都是怨气。我和张远两个人在民政局等着公公，他看见我们的时候，瞬间就变了脸色。张远，孟欢，所以是你们两个怂恿你爸跟我离婚的，是吧？婆婆面目狰狞，看我们的时候，仿佛看仇人一样。我听麻将馆的老板说，孟欢，你之前来过麻将馆，你一定是你这个贱人在那里挑拨离间的。你看，等我现在这副样子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我没有得意，我只有大仇得报的畅快。我觉得婆婆弄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她自己自找的。婆婆还想打我，但是张远直接拦在了我的面前。你别想再欺负我老婆了，以后爸跟我们住，他把老小区的那个房子留给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我们都希望你好自为之，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们了。虽然婆婆出轨了，但是公公和张远两个人还是心软的把房子留给了婆婆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家彻底跟婆婆没有关系了，张远也不可能再认婆婆这个妈了。公公还是有怨气，他直接把婆婆的行李都从我家里丢了出去。婆婆大概是也被气到了，她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，她又给我们留下了一句，说她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隐约感觉她又要找事了，所以这几天我都是陪张远一起去上班的。婆婆不知道我上班的地方，但是张远上班的地方她还是一清二楚的。果然，没过2天，婆婆就穿得破破烂烂的来了张远的公司。一来公司就开始哭，仿佛全世界都对不起她一样。我这不孝子啊，不仅怂恿他爸跟他老娘离婚，还被那个恶心的老婆怂恿1分钱不给他老娘花。你们都给我评评理啊！我现在都惨成这样了，我儿子都不来看我一眼。对对对，我儿子就是你们公司那个张远，我还听说他要升总监。就这种连亲娘都不管的人，能管好你们公司吗？你们老板被他给骗了呀，他就不是个好人啊。婆婆说的时候，已经丝毫不顾及张远一点点了。她甚至还想破坏张远的名声，把他塑造成一个连母亲都不管的人。事实证明，谣言的力量还是很厉害的。张远公司的纷纷讨论，一次还好，第2次婆婆又来，张远的人品就开始被同事怀疑了。这时候我看不下去了，我直接走到婆婆旁边跟她对峙。婆婆，你在演什么？你离婚难道不是因为你在麻将馆里面跟老男人出轨被公公发现吗？你出轨就算了，现在还在这里污蔑自己的儿子。我第1次看见你这种恶心的人。你别忘了，你这种狠心的人不光还打儿子，还打孙子。我说的时候满眼都是怒意，婆婆被我说的眼神一慌，但还是马上说道：你有证据吗？你就是胡说八道，大家看呢，都是这个恶媳妇啊，不是她我根本不会变成这样。你要证据是吗？我拿出特地带的平板，播放起了婆婆打张远的视频。视频里面婆婆刻薄的嘴脸淋漓尽现，
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，视频里面那个为了要钱疯狂打骂自己儿子的人是婆婆。你自己看看，里面的这个人是不是你？出轨的人是不是你？打儿子和孙子的人是不是你？我有证据，自然底气就足。你居然录了视频，孟欢，你这个贱人！婆婆说着就要往我身上扑打过来。张远这时候直接拦到我的面前，推开了婆婆。我说了，你已经不是我妈了，你要是再想伤害我的老婆孩子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张远已经彻底对婆婆心寒了，她已经不想认婆婆这个妈了。婆婆被推的一个踉跄，大家看了视频之后也知道真相是怎么样了，再也没有人相信婆婆说的话了。反而是张远公司的同事觉得婆婆太过分了，只好喊了保安把婆婆赶走。我们一家人总算是过上了清静日子。公公和婆婆不一样，是个很好的长辈，他现在虽然跟我们住一起，却并没有打扰我们的生活，反而处处帮衬着我们。他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帮我带玲玲。他眼里养好他的宝贝孙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至于婆婆，听说她为了还赌债，已经把房子都卖掉了。她现在下场凄凉，就连情人都懒得管她。我不会同情她，因为这些都是她活该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国庆长假，好几年没回家的我准备买票看看父母，结果资产过亿的老公一口回绝，一张机票几千块，都够给孩子请个保姆了。你也是当妈的人，能不能别老乱花钱？为了惩罚我乱花钱，他派人接走孩子，冻结我的银行卡，断掉别墅水电，打定主意要让我吃点苦头。他新招的女秘书在朋友圈晒出100万转账，配文：老板不但提前发了年终奖，还带我去马尔代夫旅游，我该怎么谢呢？底下评论以身相许，他回复了一个娇羞的表情。我冷笑一声，点赞留言：100年好合。公婆突遇车祸，医院打不通老公的电话，只能拨给我。我强压情绪，冷静地给他打电话：爸妈出车祸了，你现在立马打100万缴费，然后和我一起赶去医院。他却说：那是你爸妈，又不是我爸妈，他们有事你自己去处理呀。难不成想让我这个做女婿的过去当牛做马？说完直接挂断电话。我试图回拨，手机却已经没电关机。我被困在没水没电的别墅整整3天，公婆的尸体也已经在医院太平间冻得梆硬，直到被饿得头晕眼花。按了3天3夜的别墅才终于通电。消失了3天的丈夫贺元直的声音从头顶监控传来：付小小，你有病吧？要不是我发现林浅偷偷躲在角落里哭，我都不知道你给人家发了阴阳怪气的留言。你评论100年好合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思想龌龊吗？我说你怎么突然让我给你转100万？原来是吃醋嫉妒。我告诉你，人家林浅的100万是他努力工作应得的。心中苦涩蔓延，原来在他心里，我是如此不堪。没有得到我做低服小的回答，贺元直的语气变得更加刻薄。你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太太，怎么可能会懂他努力工作被人误解的感受？你现在立马和他道歉，否则别想我回家。从恋爱到结婚，贺元直一有情绪就会以冷战、不见我或是不回家威胁。因为爱他，我处处妥协，处处忍受，直到他说出那句：那是你爸妈，又不是我爸妈。昏了许久的脑袋霎时变得清醒。我看着黑漆漆的摄像头，明知道他正等着我服软，离婚2字却即将脱口而出。妈妈怎么还不道歉？儿子的声音突然从那边传来，我不由得呼吸一滞。是哥哥。
我和贺元只生了一对双胞胎，他们现在已经6岁了。一想到离婚会影响孩子，我瞬间就开始犹豫。紧接着，弟弟的声音也跟着响起：浅浅阿姨会赚钱带我们吃肯德基，妈妈就知道花爸爸的钱，还天天惹爸爸生气。我不要听见坏妈妈的声音。林浅柔声哄道：不能这样说，妈妈听见会伤心的。哥哥和弟弟异口同声地哼了一声：听见了又怎么样？爸爸说过，妈妈好吃懒做，什么都不会，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。我没掩饰情绪，直接将脸一沉。摄像头那边的贺元只第一时间厉声指责：一天到晚摆个臭脸，怪不得孩子和你不亲。2个孩子赶忙接话：爸爸，我不要看见他，快关掉，我讨厌他。轰的一声，心底的高墙瞬间崩塌。来不及生气，贺元只直接掐断了通话。他总是这么独断专行，结婚后甚至不允许我随意回家，每次回家都会和他发生一番争吵。为了监控我的动态，他在别墅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随时可通话的监控。一旦我没有及时回复，他会瞬间勃然大怒，仔细地盘问我为什么没有理他。不想让孩子看着我们日日争吵，我只能耐心解释，是因为太久没回家，想见见父母。可父母不愿看见我与贺元只因为回家的事情伤了感情，每次都苦笑着劝说我回家，还说平时想他们打打视频就行。这句话直接让贺元只有了作妖的底气。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地留在家里，直接把保姆阿姨全都辞退，让我一人围着全家转。我曾以为他是看中我，离不开我，现在看来，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因为变态的占有欲和控制欲。这次好不容易2个孩子上幼儿园，放7天连假，我想带他们回家看看外公外婆，没想到直接被贺元只一口回绝，甚至直接把2个孩子带走。他冷冷地对我说：既然嫁给我，那你就是我贺家的人，一放假就说要带孩子回娘家。你有没有想过我爸妈会不会想孙子？你怎么那么自私？说完，他直接摔门离去，还命人反锁别墅大门，断水断电，是要让我低头认错。为了不被我打扰，他直接把卡关机，以至于公公婆婆车祸濒死的消息都无法第一时间传达给他。医院打不通他的电话，只能拨给我。我原本还有气，但也清楚不是胡闹的时候，只能坚持不懈地给他打过去。爸妈出车祸了，你现在立马打100万缴费，然后马上和我赶去医院。他却说，那是你爸妈，又不是我爸妈，他们有事你自己去处理呀，难不成想让我这个做女婿的过去当牛做马？说完直接挂断电话。我试图回拨，手机却已经没电关机。我被困在没水没电的别墅整整3天，只怕公公婆婆的尸体也早在医院太平间冻得梆硬。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想其他，3天滴水未进，我连呼救的力气都快没了。我再一次意识到，他是真的不顾我死活，也是真的不在乎我。回想2个孩子冰冷的话语，我实在觉得这段婚姻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。老公我不要了，孩子我也不要了，我只要离婚。咔嚓一声，紧闭的门终于被打开，我被突然的光刺痛双眼，只能听见女人雀跃的试探声：只有我能到老板的家里加班吗？贺元只宠溺开口：当然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到我家来的。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冲出去迎接他们。贺元只瞬间不满，大声的阴阳怪气：要不是孩子的妈妈死活要回娘家，我何必麻烦你国庆加班帮我带孩子？林浅眉目含情地盯着他，身为员工帮老板做点事是应该的，要我说夫人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随意抛下孩子老公呢？
我以后结婚了，一定会以家庭为主，绝不会抛下心爱的老公和可爱的双胞胎。2个孩子立马扑进林浅的怀中，不要浅浅妈妈结婚，我们要当你的孩子。浅浅妈妈不要结婚，林浅欲言又止地盯着贺元芷。女人哪有不成家的呢？贺元芷刚想接话，眼神余光却瞥见了靠在沙发上奄奄一息的我，他脸上笑容瞬间消失。你在这里偷听多久了？这么多年还是改不了鬼鬼祟祟的下三滥行径。他直接朝我翻了个白眼。2个孩子有样学样，也都厌恶地看着我。林浅则是一脸委屈地躲到贺元芷身后。夫人好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2位少爷没人带，我才会来小住几天。嘴上说小住几天，手上却拉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，只怕全家当都给搬来了。我有气无力地看着贺元芷，本着最后一丝情分开口：3天前你爸妈出车祸下了病危通知书，你赶紧去市立医院看看吧。闻言，贺元芷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。别拿这些谎话蒙我，明明是你爸妈出车祸，和我爸妈有什么关系？林浅也皱着眉道：夫人，就算生气，你也不能咒自己的公公婆婆吧，毕竟他们待你不薄。贺元芷直接将我一把从沙发上拽起：你爸妈那么惜命，怎么可能舍得死？这应该又是你们一家串通起来的骗局吧？说完不等我的回答，他直接拖着我往外走。你不是想走吗？怎么不走？一直赖在我家，不就是舍不得荣华富贵？饿了几天，我根本无力反抗，白嫩的膝盖也被他粗鲁的动作拖行磨破。公公婆婆对我也算不错，我不能眼睁睁地任由他们躺在冰冷的医院，只能强撑着开口：贺元芷，你爸妈真的在医院，你去看看，他们就知道我没说假。啊！他突然猛地拽着我的头发往后一扯：闭嘴！2个孩子在一边鼓掌叫好，甚至激动地跳了起来。打他，打坏妈妈！林浅眼含幸灾乐祸，却假惺惺地阻拦：哎呀，别这样，夫人也是一时糊涂，她不是故意的。贺元芷冷哼一声，将手松开：也就你心善会替她求情，你忘了这女人在你朋友圈阴阳怪气的事情了吗？林浅顿时红了眼眶，毕竟是出来上班，受点委屈没什么。他们一唱一和，仿佛我是天大的罪人，心死如灯灭。贺元芷的作为简直就是将我过去在婚姻中付出的真心踩到泥地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：好，你爸妈根本没事，是我胡说八道，也是我去林浅的朋友圈发疯，是我的错，全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贺元芷皱眉，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腕：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？明明是反讽。贺元芷却以为我在认错。我后退几步，十分好奇他得知自己父母早在几天前出车祸的事会作何感想。我和他说过数次，是他自己不信。林浅压不住嘴角，端出一副女主人姿态：好了好了，反正他也认错了，先吃饭吧，别再闹了。他从黑色的袋子里拿出几个打包盒，这是我们没吃完的饭菜，想着夫人好几天没吃东西，肯定饿了，所以就专门给你打包了回来。特殊的打包盒是一盘菜几部上千的漫江楼独有，不小心露出的小票上金额是68000。他有钱带秘书吃68000的大餐，却舍不得我回家几千的机票，可能有点凉了。夫人可千万别嫌弃，我去给你热一下。贺元芷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他就喜欢打包回来的冷菜，你何必麻烦？要不是为了他，我怎么可能做出打包这种掉档次的事？他嘴上说打包这种事掉档次，实则是在说我。林浅却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摆在我的眼前，微波炉热2分钟就好了，
没什么麻烦的，夫人快吃吧。热过的菜品发黄变软，看起来就像放了许久的泔水，就连米饭上也有人翻动吃过的菜汤痕迹。林浅俏皮地朝着我吐了吐舌头，这份米饭我只吃了一点，不想浪费，就给你打包回来了。你不会介意的吧？我被恶心得只想吐，却因为几天没吃饭，只能干呕着吐出酸水。林浅红着眼睛看向贺元直，夫人是不是嫌弃我，还是对我有意见？大儿子厌恶地说：“爸爸说妈妈以前喜欢翻垃圾桶，他才不会嫌弃。妈妈最喜欢吃垃圾了。”小儿子虽然一言不发，却一直怒瞪着我。因为父母双方患病，我家境贫寒，只能从小勤工俭学。每个月兼职的钱只给自己留200，有一次钱被偷了。课程繁忙，我根本没时间重新兼职。的确吃过别人剩下的饭菜，却从没有翻过垃圾桶。我把这件事告诉贺元直，他当时心疼得哭红了双眼，发誓会永远对我好。可从他口中告知孩子的却是，我喜欢翻垃圾桶，喜欢吃垃圾，是我日日照顾孩子成长。可贺元直只要下班后带他们出去吃几次炸鸡奶茶，玩几次游戏，孩子们就会感动地说最爱的是爸爸，还哭着骂我是只知道花钱的废物。就连现在，我的2个孩子也都像看仇人一眼盯着我。贺元直直接将桌上饭菜一掀，滚烫的菜汤洒了我满身，顿时烫出水泡，他却丝毫没有看见，反而怒瞪着我说：“林浅好心给你带吃的，你不吃犯不着装恶心，不想吃那就别吃了。”大儿子拿起手中的玩具枪，突突地对着我扫射，刚被烫出的水泡被塑料子弹打破，疼得我瞬间面目扭曲。小儿子朝我吐了一口唾沫，不识好歹，妈妈坏。难产大出血的疼痛感记忆犹新的和眼前2个儿子的仇视我的小脸重叠在一起。我天真的以为孩子年纪小都这样，长大了就好。可我现在不想等他们长大，我甚至觉得生这2个孩子不如生2块叉烧。子弹打完，大儿子捏着拳头往我身上砸，小儿子也跟着学，被打破的水泡混着血流出。我顿时吃痛，下意识将他们推倒在地，孩子的哭声和林浅尖锐刺耳的叫声一同响起。他们可是你的孩子。你疯了吗？贺元直终于不再装死，上前一步，直接一把将我推开，护在林浅和孩子身前。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自私的女人？孩子只不过说出心里话你就受不了了。我被推得直接撞上桌角，大脑眩晕，眼前画面摇晃不止。尖锐嘈杂中，我听见2个儿子大声地哭喊：“我不要这个妈妈，我要换妈妈，我只要浅浅妈妈，坏妈妈，哇，快把她赶出去！我只要浅浅阿姨当我的妈妈。”我死掐手心软肉，努力地保持清醒，用最后一丝力气开口：“如你们所愿，贺元直，离婚吧，2个孩子都给你。”什么？我说离婚？孩子我一个不要？贺元直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，蓦地笑出了声，还当自己是20多岁的小姑娘吗？耍性子也得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吧。你这副黄脸婆的样子是个男人看了都厌烦，若换了以前，我只会被他气得直掉眼泪，不停地怀疑是不是自己人老珠黄，让他失去了爱我的新鲜感。可现在，无论他说什么都伤不了我。我冷冷地注视着他，随你怎么说，不离就等着起诉。说完，我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往外走，没走2步就无力地倒了下去。林浅惊呼一声：“呀，他该不会是晕倒了吧？”贺元直像是早就料到，讥讽地扫了我一眼，前脚说离婚，后脚就装晕耍苦肉计。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的心机这么重？
大儿子哼的一声，抬起小脚踹了我一下。坏妈妈死装，快起来！小儿子刚想跟着学，林浅突然捂着肚子靠近贺元直怀中，语气做作：“哎呀，我好像有点吃坏肚子了，好难受。”贺元直立马焦急地将他打横抱起：“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”两个孩子也紧随其后，都对林浅紧张的不行。浅浅妈妈，你可千万别有事！呜呜呜！临走前，贺元直还抬起脚踢了我一下。别装了，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赶紧和我一起送他去医院。可我早就昏迷失去意识，根本无法回应他。贺元直恼怒地抱着林浅离开，扔下一句：“你有本事就一直装下去。”再次醒来，我躺在一片雪白的病房中，旁边站着一脸局促的快递小哥。“你没事吧？我送货上门的时候看见你家门没关，本想提醒一句，没成想看见你人事不省的倒在地上。医生说你这是硬生生饿成这样的，也别怪我多嘴。你们年轻小姑娘就是容易被幼态审美绑架，其实根本没必要节食，健康就好。”我顿时有些心酸，陌生人尚且会关心我一句，结婚数年的老公却为了装病的秘书，将昏迷的我直接扔下，给当律师的闺蜜发了条信息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以后不会了。快递小哥这才满意的笑着说：“行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联系一下家人，祝你早日康复哈。”他挥了挥手准备出门，却被猛地推开病房门的贺元直撞倒在地。贺元直一看见快递小哥就拧紧眉心：“你是谁？”“就是你送他来医院的。”跟在后面的林浅娇俏的探头：“这该不会是夫人的男闺蜜吧？我好几次看见他和夫人聊得很嗨呢。”他故意往暧昧不清的方向引。贺元直也如他所愿，狐疑地看向了我：“你们早就认识？”不等我回答，他又不屑地看向快递小哥：“找姘头也得找点高级的货色吧？这种一天赚不到几百块的废物，能满足你的虚荣心吗？”快递小哥不明所以：“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他！”贺元直怒吼：“闭嘴！不认识你凭什么送他来医院？”林浅表情得意，挑拨道：“虽然你的苦肉计没骗到元直哥哥，但好歹有另一个男人信了，也不算白费心机。这个送快递的，该不会就是你离婚后的接盘侠吧？”贺元直突然扭头瞪着他：“闭嘴！”林浅被吼得一愣，不敢继续开口。贺元直双眸死死地盯着我：“你之前做的事我都不计较，现在立马回家，以后别提离婚，也别和任何男人接触。”气到极致，我反而笑出了声：“现在不是你计不计较的问题，我要离婚，你不明白吗？还是说你死乞白赖的不舍得我？”和快递小哥说了声抱歉，我挥了挥手准备让他离开，没想到贺元直就是个神经病，猛地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：“老子的女人你也敢勾搭，不要命了！”林浅不甘心地紧握双拳，却不敢上去拉。快递小哥好心却被反咬一口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一把掀开被子翻身去拦。打急眼的贺元直根本拉不住，好几拳都落在了我身上。他一边轻贱我，一边防着我接触其他人，这简直不能称之为占有欲，就是变态的驯服欲。他就是想把我训成一只听话的小狗。看见我挡在快递小哥面前，贺元直更生气，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质问：“为了他，你居然做到这一步？”姗姗来迟的闺蜜看见这混乱的场面，顿时愣住，但很快就护在我的身前，狠狠地给了贺元直一巴掌。“你疯了吗？”他赶忙按响呼救铃，靠着医生护士才把贺元直强行按住。我愧疚地看向快递小哥：“对不起，如果要起诉，
我可以帮你请律师，所有的费用我来出。闺蜜也拿出一张名片放在她的手中，你先去处理一下伤口，我会立马帮你写起诉状。贺元只气得双眼冒火，你们什么意思？胳膊肘往外拐是吧？闺蜜冷笑一声，胳膊肘往外拐的是你，被小三挑拨几句就对自己的老婆动手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他晕倒昏迷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关心过一句吗？他是硬生生被你折磨进医院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对他发脾气？贺元只被说的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却还在嘴硬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他根本就是装的。几顿能有什么事？闺蜜彻底心寒，语气冷然。但凡你有心，多看一眼资料卡都能知道，他是因为长时期断水断粮导致的低血糖昏迷。要不是为了照顾你们的2个孩子，他的身体也不至于那么虚弱。贺元只依旧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反而提高音量。照顾孩子本就是他该做的，断水电也只是为了惩罚他，是他自己不和我认错，还变本加厉地造谣说我爸妈出了车祸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一直站在门口的小护士顿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你就是贺元只先生对吗？贺元只眉心紧锁，是我，怎么了？小护士一脸难言，几天前有2位老人出车祸病危，我们一直打不通备注儿子的电话，2位老人死前还说喊我儿子贺元只过来，他们的尸体已经太平间停放了好几天，再不处理就直接拉去火葬场了。什么？贺元只双目赤红，像是遭受了什么重大打击，他不可置信的又重新问了一遍，你确定他们喊的是贺元只？护士立马回答，是我经手的，我当然不会搞错，你可以去认认尸体。贺元只跌跌撞撞地闯出去，林浅也赶紧跟上，病房内瞬间寂静，我和闺蜜相视无言。她沉默着拿出一份离婚协议，这是你的初案，你和他的事实婚姻足够拿走1半财产，而且林浅和他的过密举动也能轻易地调到监控和证据，只要你想，我保证让他脱一层皮。好，他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孩子的抚养权你真的不争取吗？话音刚落，房门突然被踹开，2个孩子怒气冲冲地跑到病床前，疯狂地捶打我，都怪你无理取闹，爸爸本来都答应了带我们去游乐园，都怪你。紧随其后的小助理歉意地拉开大儿子，结果小儿子又没人管。我无奈地看向闺蜜，她终于明白，直接冷着脸揪住小儿子的耳朵，臭小子，谁让你对妈妈动手的？游乐园重要还是妈妈重要？没看见妈妈躺病床上吗？大儿子不屑地往助理怀中钻，当然是去游乐园更重要。爸爸说妈妈命硬，才不会死呢。小儿子也认同地点了点头。闺蜜气得给他们一人一个暴力，2人顿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眼见地瞥见浑浑噩噩的贺元只靠近病房，一见2个哭得肝肠寸断的孩子，他语气有些发抖，爸妈的事你不告诉也就算了，现在还纵容外人对我们的孩子动手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我不知道他哪来的资格指责我，只觉得他此刻十分恶心。我厌恶地看着他，我早就说过你爸妈出车祸了，可你却以为这是我的谎话，还冷血地说那是我爸妈，不是你爸妈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害死你爸妈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贺元只双眸颤抖，我却不顾他的脆弱，继续开口，他们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等着救命，可你却带着年轻貌美的秘书在国外潇洒，我冤枉你什么了吗？他像失了骨头，无力地后退几步。林浅心疼地立马上前搀扶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我厌恶地看着他们，你们真让我感到恶心。
我直接把离婚协议甩在他的脸上，反正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感情，签字离婚吧。他不甘地盯着我，你确定不会后悔？我嗤笑一声，死都不会后悔。2个孩子已经提前庆祝，跳起来高呼万岁。好耶，终于离婚了，以后浅浅妈妈就是爸爸的老婆了，坏妈妈终于被打跑了。林浅期待地看着贺元芷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触及我冰冷视线的瞬间，突然怄气地拿起笔，快速且用力地签下名字，递给我的时候却死拽着不放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吃欲擒故纵这一套。你要是……我用力地抢过离婚协议，既然已经签了，那就别再废话。你爸妈的葬礼我就不去了，孩子也都归你，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自尊心极重的贺元芷当然受不了，直接转身离开。助理和林浅一人抱一个孩子，甚至快要跟不上。2个孩子朝着我做鬼脸，闺蜜气得又想冲上去给他们2下，我赶忙抬手拦下。算了，别管他们，我努力地养好身子。而贺元芷像是为了朝我证明什么，时不时就发幸福4口的合照。他带着林浅去乘豪华游轮，为他购入千万珠宝，上亿的豪宅也说送就送。林浅好几次不小心手滑，发送2个孩子甜甜的喊他妈妈的视频，甚至还发了一张 B 超图。他们很快就会有新的弟弟了哦。他以为能气到我，可我只是淡淡一笑，直接把他们全都拉黑。直到2个月后的某个晚上，稚嫩又可怜的声音打通了我的电话：“妈妈救我，我生病了。”是大儿子的声音。我语气一滞，还是冷声道：“你怎么不去找林浅？你不是早就认她当妈了？她可怜巴巴，别提那个坏女人。她打我，她为了和爸爸去玩，根本不管我，就知道让保姆照顾我和弟弟。我和弟弟现在只能喝白粥。妈妈救我，我好想你。她给爸爸下药，仗着有自己的孩子就凶我们。”还说以后要把我们都赶出去，她才是心机女，她才是坏女人。一旁的弟弟也小声地哭喊：“妈妈，我想你了。林浅阿姨根本不喜欢我们，她只喜欢自己的孩子。呜，我和爸爸都想你了，妈妈你快回来吧。”林浅本就不是真心喜欢这2个孩子，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当然不会对他们有多看重，迟早的事罢了。我的心里也没任何起伏。家里有监控，还有保姆，你们根本不需要我。说完，我不顾他们的哭喊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不到几分钟，我的电话又被陌生号码拨通，贺元芷怒气冲冲的声音传来：“孩子说他们病了，你也不管吗？你就不怕林浅虐待他们？你的心怎么那么硬？”半晌，他才软声说：“孩子们想你了，你回来看看他们吧。”早就猜到是贺元芷逼我服软的手段，我冷笑一声：“你说这些就不怕寒了林浅的心？说我比不上林浅的是你们，求着我回去的也是你们。我是什么可以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狗吗？”贺元芷脸眸握拳，不知道如何说，一切都只是气他的手段，只能继续耐着性子：“不是，我没有那么想，你别胡乱猜测。”我直接打断他：“别再打来了，我真的很烦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购入回家的机票。现在我有钱有时间，最重要的事就是陪陪家人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贺元芷和2个孩子都是过去式，没有继续留在身边的必要。闺蜜给我打来电话，我这才知道林浅已经被贺元芷辞退，赶回了老家。还被要求退还所有礼物，背上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务。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我心中的浊气还是轻了几分。贺元芷被我分走大半身家，忙于稳住公司，根本无暇骚扰我。
两个孩子倒是会时不时地求我回家，但我一次也没理会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他们父子三人也同理。我带着父母去旅游的时候，贺元直带着孩子追了过来，他胡子拉碴，有些憔悴，看向我的眼神也有些躲闪。贺元直有些局促地走上前，我问了很多人才知道你带着岳父岳母搬家了。爸爸直接白了一眼，打住，你们早就离婚了，喊什么岳父岳母？他有些难堪，却还是执拗地盯着我。我对父母做了个没事的表情，示意他们去车上等我。贺元直这才如释重负地对我说：“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但我可以和你解释。其实我和林浅根本没什么，之前那些举动都是他怂恿我故意气你的。他说这样你才会更在意我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让你的目光停留在我一个人身上，我真的没想过伤害你。离婚后，我本来想马上找你的，可林浅的心机太重了，他居然给我下药。”说到这里，贺元直的表情有些凶狠，两个孩子被吓得一缩，却还是畏畏缩缩地看向我。妈妈，快和爸爸和好吧，只有你会在我妈生病的时候照顾我们，也只有你会一直对我们好。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两个孩子抱着我的腿哭着喊妈妈，可我却依旧没有任何表情。他们知道错了，可认错的方法居然是求我跳回火坑。这两个孩子明明无数次见过我被贺元直气哭的样子，也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，可他们还是选择站在爸爸的那边，要求我继续为他们付出。贺元直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是心软了，赶忙开口：“只要你和我复婚，我以后绝不限制你的自由，你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，我都听你的。我已经逼着林浅打胎了，他绝不会出现在我们眼前。我们一家四口还是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老婆，回来吧。”我坚定地把两个孩子推回贺元直的怀中。我会幸福，但绝不是和你们父子一起。贺元直浑身一僵，仿佛受到重大打击，他摇摇欲坠地颤抖着张口：“你真的不愿意原谅我吗？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我根本不吃他打的感情牌，因为我和他之间的感情早就耗尽。寂静许久，贺元直终于死心，红着眼抱着泪流满面的两个孩子离开。听说闺蜜帮快递小哥起诉贺元直打人的案子也快开庭了，我直接给闺蜜赚了5.2万，备注：快递小哥的律师费。快递小哥本就是因为我遭受无妄之灾，没有让他白白挨打的道理。有闺蜜这个金牌律师在，我相信贺元直肯定会被剥掉一层皮，到时候赔给快递小哥的补偿金也算是弥补了他挨打的委屈。父母过了一会才犹豫着上前，我朝着他们温和地笑了一下。以后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会重新开启自己的人生，你们别太担心。我知道他们舍不下那两个外孙，我也不会要求他们把两个孩子当作陌生人，毕竟老一辈的思想与我不同，他们于我而言只是熟悉的陌生人。以后若是改好了，或者也可以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如果还是老样子，我也不会愚蠢地献出真心，毕竟我才应该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位，不该为任何人委曲求全。